你以為這是夢幻的歐洲露營之旅？嘿，本汪犧牲色相，盡責的當個婆婆媽媽眼中的小狼狗，結果呢？不但沒吃到香噴噴的煙囪卷，還有我那位資深旅遊記者老媽，竟然被塞爾維亞拒絕入境。最慘的是，因為老爸貪杯多喝了一口，竟然換成媽媽開車，救命呀！這場巴爾幹露營車之旅究竟是冒險還是災難？拜託，為了見證我的狗命，一定要跟住我一起看到最後。大家好，我叫巴庫斯，我現在4歲半，正值最黃金的狗生歲月，但在我爸爸媽媽的眼中，我永遠是個長不大的小寶貝。某天，老爸買了這台露營車，說要圓他退休後的夢。一輛車，3個旅行的意義。我們的巴爾幹之旅根本是標準的同車異夢。爸爸去追酒，媽媽去追夢，我則負責去追貓。我是巴庫斯，外表帥氣，內心戲多，一只長得像狼犬，實則是只名副其實的舔狗。這趟巴爾幹半島旅程的喜怒哀樂，就讓我慢慢說給你聽。早安，布達佩斯。昨天第一次搭這個黃色的長條鐵盒子，人類稱為電車時，確實把本汪嚇得尾巴夾緊緊，有損形象。但今天，我已恢復往日雄風。所謂一回生，二回熟。你看我現在坐得多穩。我宣布，我已經成功從鄉巴土狗晉升為都會型男狗囉，連我爸爸也放心的睡覺了。雖然他總說這是閉目養神。沒錯，我們早上再次搭電車進布達佩斯市區，準備去獵食。不是去觀光了。我們又來到了中央市場，聽聽這個名字就讓我忍不住流口水。這應該是個充滿了肉味、香腸味，還有各種讓本狗瘋狂的香味天堂吧。我心想，我終於可以好好的品鑑各種美食了。然而，正當我要昂首闊步踏入市場之際，門口那張禁止狗狗進入的愚蠢貼紙再次出現了，又來了，又是歧視。這世界對狗真的太不友善了，我真的很想舉牌抗議，狗命也是命啊。沒辦法，爸媽只好採取輪流逛街術，一人30分鐘，媽媽先發，爸爸留下來顧我。媽媽動作超快，進去20分鐘就出來了。別誤會，她不是去買菜，她是去取材。她說她不愛購物，只愛拍一堆照片和影片回來發文，這就是她的假文青日常呀。接下來換爸爸進去，媽媽負責在外面顧我。沒想到這就是悲劇的開始。他把我帶到廣場旁坐下來，邊吃着市場中唯一的戰利品，一個好香叫做煙囪卷的東西。他一邊撕着那撒滿糖霜、剛烤好又香噴噴的煙囪卷，一邊興奮地跟我發表中央市場的特色。那屋頂的瓷磚好美，好像童話裡的糖果屋，裡面還有掛的像窗簾一樣的臘腸窩哼，什麼糖果屋？我看是虐狗屋吧。你看這個女人，她就坐在我旁邊，嘴巴動個不停，但沒有一口是為了餵我，全是用來讚嘆那些我根本進不去的市場，不時還附上一句，巴庫斯啊，可惜這個有糖窩你不能吃窩，借口，都是借口。你就是想獨吞，我在旁邊流的口水都可以幫着地板洗地了，我媽媽竟然一點都不分給我。這時候，旁邊經過的一群婆婆媽媽圍了過來，一邊摸我一邊說我好可愛。沒錯，本汪就是這麼有魅力。我立刻切換成親善大使模式，任由他們摸摸頭、揉揉耳朵，想說看在這樣出賣色相的份上，媽媽會不會給我吃一口，獎賞我這個國際親善大使。然而，夢想跟我媽媽一樣很豐滿，現實卻總是和本汪一樣骨感，媽媽居然都沒賞我一口。這時，我看到爸爸終於出來了，看看他那個背包，鼓得跟什麼一樣，我就知道爸爸沒忘記我，一定幫我買了肉肉。我滿肚子委屈，正想向他訴說，只見他臉上掛住滿足的笑容，興奮地打開背包向媽媽獻寶。你看，我買了起司，還有那個臘腸，還有紅椒粉。我在旁邊搖着尾巴，充滿期待地把頭湊過去聞。香腸，那是我的，還是給你們下酒的？辣椒粉，那個會辣死我。起司，那也是你們的午餐。所以，我的肉肉呢？我找遍了整個背包，沒有一樣是給我的，連一根小小的肉乾都沒有。這對父母還有天良嗎？我剛剛可是為了你們的外交形象，忍受一群大媽不停地對我的姨母笑顏，帶着屬於他們的滿滿戰利品和屬於我的空虛的胃，
我們離開了布達佩斯，接下來要往南走，去一個叫塞爾維亞的國家。據我那位資深旅遊記者媽媽的說法，那裡除了有一位很會打網球的人外，還有好多好喝的酒，以及好漂亮的湖泊森林。我爸爸聽到酒這個字，整個人就好像立刻加滿了油。他開始加足馬力往匈塞的邊境駛去。塞爾維亞是這趟巴爾幹半島國家中用台灣護照入境唯一需要簽證的國家。不過媽媽這次可是事先做足了功課，她查遍了所有網絡資料，還問了她最依賴的顧問 ChatGPT 多次。結論是，只要有歐盟居留證，就可以免簽進入塞爾維亞，不需要另外簽證。然而，車子停在邊境檢查站，爸爸遞出了2本護照和媽媽的法國居留證，原想接下來就可以直奔塞爾維亞的酒莊，沒想到海關移民官眉頭深鎖，一臉沉重。我有不祥的預感。那移民官看了媽媽一眼，然後拿起了電話，打電話給長官。這通常不是好事。那通電話講了好久，媽媽雖然戴着墨鏡裝鎮定，但我聞得到她身上的焦慮味，像是等了1世紀之久。移民官面無表情，吐出一句讓媽媽理智線斷裂的話 ：Taiwan No No， 怎麼可能？媽媽在車裡崩潰大喊。海關大叔只是冷冷地說，有歐盟居留證是可以免簽，唯獨台灣除外。台灣護照不管怎樣，就是一定要辦簽證。在交涉未果後，爸媽只好把車掉頭，重回到匈牙利。爸爸的品酒夢碎，媽媽還停留在奇恥大辱的驚嚇中。資深旅遊玩家竟然栽在塞爾維亞的一個邊境檢查站。瞧，還是我們狗狗比較自由啊。爸爸雖然幫我帶了我的歐洲狗護照，但我到哪裡都免簽，也沒有任何邊境移民官要查。我們被邊境移民官請回去匈牙利後，媽媽氣到縮在副駕座上發出毒誓，我這輩子再也不要去塞爾維亞了。我看着窗外漸行漸遠的塞爾維亞國旗，心裡只想住一件事，早上沒吃到煙囪卷，現在又被退貨。為了安慰媽媽和我受傷的心靈，今晚是不是該開2個罐罐？爸爸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把導航設回匈牙利。這趟巴爾幹之旅才剛開始就問題重重。不過俗話說得好，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被塞爾維亞狠狠甩了一巴掌後，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失望至極，或是媽媽會哭住說要回台灣。結果，我太小看他們了。媽媽深吸一口氣，那個前資深旅遊記者的靈魂瞬間歸位。她拿出手機，手指在 Google Maps 上滑動的速度快到我都看不清。既然南邊不給去，那我們就往西南走。與此同時，爸爸也沒閒住，他不是在找路，他是在找哪裡有酒。我查到了，匈牙利西南邊有個叫維拉尼的地方，那裡的葡萄酒很不錯，而且只要2個多小時車程。我看到爸媽2人對視，很有默契地點頭。是不是？旅行的意義不就是跳脫已知的舒適圈，面對未知的新世界啊？不到20分鐘，原本的崩潰有了新的目標後，我爸媽再度展現動力。他們的目標就是玩跟喝，默契簡直好得嚇人。有了目的地，媽媽開始找晚上可以住宿的營地。她在那個充滿神秘代碼的露營 App 上再次發動了雷達搜尋。上次我們住過養鹿場，這次媽媽驚呼：天啊，這裡有一個馬場！我們開進了一個隱秘的小路，這裡不是那種擠滿了車、吵吵鬧鬧的露營區，這裡是主人的私人馬場營地。今晚這片草地被我們包場了，沒有別的露營車，只有我們這台大白，還有滿天星空，以及住在隔壁的主人和那一堆長臉的鄰居馬。早安，我們還在匈牙利。經過一夜好眠，本汪現在感覺充滿了力量。看着眼前這片廣闊的馬場，我不禁想象自己是一匹來自阿爾薩斯的野狼，準備像風一樣跟住遠方那些駿馬一起在草原上奔馳嘶吼。我的肌肉緊繃，後腿蓄勢待發，準備衝刺。哎呦！我那天真又过度保護的老爸，竟然用牽繩把我牢牢綁住。他說什麼怕我太激動撲過去，怕我被馬踢或我踢馬。拜託，我是在做國民外交，我只能眼巴巴地看住遠方，那位女主人正在幫馬兒們梳洗、餵草、洗刷刷，而我就像個被綁架的囚犯，只能遠觀不可褻玩。但最過分的事情發生了，你們看那邊，那個女人，我的媽媽，她竟然背着我，跟一隻不知道哪裡來的迷你馬在那邊卿卿我我。她摸她的臉，摸她的頭髮，
還用那種只會對我用的娃娃音跟他說話。喂，我還在這裡耶，我都摸不到路，也追不到馬，現在連媽媽的愛都被搶走了，我的人生再次跌落谷底。爸爸，看在我心靈受創的份上，是不是該多給我幾塊肉肉來彌補這巨大的遺憾？除了長臉鄰居，我看到爸爸正跟女主人聊得火熱，原來這對夫妻是丹麥人，為了逃避北歐的冷凍酷天氣，跑來匈牙利鄉下經營馬場。聰明，連我都覺得北歐太冷了。這時，媽媽帶着一身香氣從淋浴間走出來，整個人容光煥發。她在那邊驚呼：天啊，這裡太值得了！一晚只要25歐元，浴室卻是超5星級。看她甩着那頭剛洗好的秀髮，仿佛暫時找回了她的美貌與自信。原來人類的快樂有時候就這麼簡單。哼，本汪的快樂也很簡單啊，我只不過想要和馬兒們一起體驗那種你是風，我是沙的瓊瑤式馳騁場景啊。結果呢，這樣也不讓，真的是太過分了。帶着滿腹的委屈和肚子裡的肉肉，我們來到了著名的維拉尼酒莊街。爸爸摩拳擦掌，準備大喝特喝。可惜啊，現在是10月中，葡萄農都在忙着採收。我們沿路吃了好幾碗閉門羹，看到那些深鎖的大門，爸爸的臉越來越臭。我看他快要因為缺酒而枯萎成葡萄乾了。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家有開門的。爸爸二話不說，立刻把自己埋進酒窖裡去品酒。我和媽媽則在外面過我間放風。這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家從美國回來探親的匈牙利人。媽媽又發揮了她的聊天技能，除了聊哪裡的酒好喝，那個好心人還告訴了我們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匈牙利對酒駕是零容忍，不是少喝一點，是一滴都不行，酒精濃度必須是0%，聽到了嗎？零容忍，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剛剛在裡面酒過3巡，喝得心滿意足的爸爸不能開車。我看到爸爸把那個神聖的方向盤交到了媽媽手裡，下午就靠你了。爸爸笑得像個孩子，而我笑不出來。警報！警報！紅色警報！媽媽要開這台龐然大物了。我一聽到引擎發動聲，立刻從懶散狀態切換成戰備狀態。我趕緊坐好，甚至想找看哪裡有安全帶可以繫。我4隻腳死死抓住地毯，耳朵壓得低低的。對不起，媽媽。雖然你很會規劃旅遊，雖然你很會拍照，但是你的駕駛技術真的會讓狗短壽呀！我真怕你一個過彎太帥氣，我就直接飛出車窗變成飛天神狗。爸爸，你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還我那個穩重的司機啊！各位觀眾，首先要報告一個好消息，我還活着。在媽媽驚心動魄的駕駛技術下，我們竟然奇蹟似的毫髮無傷，順利抵達了邊境。而且這次老天爺終於眷顧我們了。我們來到了克羅埃西亞，聽說他們剛加入申根和歐元區不久。原本那個可能會刁難我們的邊境檢查哨，現在竟然人去樓空，不用看護照，不用背凳，不用回轉，我們就像風一樣，咻的一聲就滑進了克羅埃西亞。太棒了，這才是我要的自由行。進了克羅埃西亞，爸爸的鼻子又靈了起來。我們遇到了一位在自家釀酒的酒農。這2個語言不通的同好，竟然靠着葡萄酒這個共同語言，瞬間變成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他們在那邊比手畫腳，聊葡萄，聊發酵，聊得都忘了我還在車上等挨。正當我差點要報警控訴虐待動物時，爸媽終於上車了，還說着這位新朋友既熱情人又好。他不但偷偷告訴我們一個超級隱秘的露營車野營點，絕對不會有人3更半夜來趕我們，還推薦了附近一家很棒的餐廳。他說那是當地人的驕傲。我們當時想，哇，當地人推薦肯定沒錯吧？哼，我們太天真了，因為我爸爸居然不小心點了一塊要價84歐元，差不多3000多台幣的牛排，害得他邊吃心邊在淌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以為這就是我們悲慘旅程的終點嗎？在這趟露營車旅程中，究竟還發生了什麼讓我們崩潰的事？我是巴庫斯，請準備好你的西瓜，我們下一集見。